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阿里巴巴的国际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对与俄罗斯公司的交易设置障碍。速卖通开始不再接受卢布支付，也不允许向俄罗斯发送货物。这一新动向最先由俄罗斯社交媒体报道。生意人报就该信息向市场人士求证后确认，全球速卖通表示已经支付给平台的款项将会原路退还。接受生意人报采访的市场专家 Artem Bobtsov 说，阿里是俄罗斯非常受欢迎的商品来源，速卖通的新限制会对像批发市场那样的很多卖家产生重大影响。此前2年多，他们一直在采用变通方式维持交易，但现在必须要想出新的办法。报道称，年初由于美国2级制裁的威胁，许多中国的大银行不再接受俄罗斯付款。当时的解决方案是找到一些还能接受俄罗斯卡的中国小型区域银行维持，虽然有俄罗斯客户不断抱怨，有时不得不等待近1个月或更长的转账时间。如果阿里由于担心2级制裁也不能与俄罗斯客户交易的话，尽管俄罗斯客户可以选择使用哈萨克、吉尔吉斯、亚美尼亚支付，但货物如何实际运往俄罗斯也是一个问题。假如采用过境模式，必然会带来价格上涨，对于批发市场等就失去了从速卖通购买的经济意义。因此，目前只能寄希望于中国仍有大型制造商和供应商愿意与俄罗斯客户进行直接交易。报道还认为，速卖通在俄罗斯的前景并不乐观。2022年，阿里巴巴停止了对速卖通项目的新投资。2023年，速卖通在俄罗斯的收入下降了36%，降至近100亿卢布。阿里巴巴的这一举措背后是2级制裁的威胁。自拜登签署法令以来，中国银行体系与俄罗斯的款项支付就开始面临巨大困难。对于阿里巴巴而言，遵守美国的法律是其经营的底线。在全球业务遍布欧美的情况下，继续参与俄罗斯业务无疑将面临巨大风险。接着奏乐，接着舞。Telegram 频道报道了一则消息，该消息得到了 Thomson FM 市场对话者的证实。中国阿里巴巴收紧了俄罗斯业务的条件，该公司已停止接受卢布，也不允许向俄罗斯联邦发货。他们承诺返还这些公司已经转移到中国的资金。这些限制可能会影响俄罗斯的大量供应商。市场专家 Artem Bobtsov 强调，阿里巴巴是许多所谓经销商最喜欢的商品来源。这些经销商是批发市场、商店、市场上的卖家。显然，对于这些参与者和较大的经济对手来说，现在已经到来了同样的时代。他们已经生活在制裁之下2年多了，并且正在学习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规避制裁。除某些银行外，俄罗斯卡的付款不再有效，但阿里巴巴很可能会在几天内退回这笔钱。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亚美尼亚卡的方案，但尚不完全清楚货物将如何实际发送到俄罗斯。此外，据报道，不仅支付政策发生了变化，发货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显然，我们必须想出某种交通计划，这当然意味着价格上涨。因此，这些购买可能会失去任何经济意义，但仍有大型制造商和供应商通过直接合同从中国采购。由于阿里巴巴的物流价格会大幅上涨，他们的商品可能会变得更便宜。为了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对与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阿里巴巴一直因其在俄罗斯保持贸易活动而受到批评，还有许多其他中国公司在俄罗斯开展业务，这些公司也面临着类似的批评。阿里巴巴是俄罗斯小商品的主要供应平台，如果阿里与俄罗斯市场脱钩，那俄罗斯的小商品采购将转入代购和边境贸易。欧美还会继续从各个领域围堵俄罗斯外贸，在可预见的几个月内，中俄贸易额还会大幅下降。不得了了，不得了！这一晃5月快过完了。一摸口袋才知晓，还没挣到一根毛。这温度逐渐地变高，钞票是越来越难找。今年晚上睡个觉，
我操，还被那蚊子咬。哎呦我的妈！